指环王》虽然说电影是无比的经典，漫长，但是在周边产品这个市场上还是比较少的。各位小情儿大，各位老粉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这期玩牌奇。前2年前我们有讲过一样出品的人皇阿拉贡，今天呢继续带来护戒小队中人气同样超高的莱格拉斯绿叶。基本上这个包装和以前风格都是一样的，指环王的这个系列整体都要走一个比较厚重的，类似于一本古籍书本的那种效果。这个包装要比之前阿拉贡那个，我觉得带感绒绒的，这个质感好中心部分就和以前一样了，一个可以转动的仿照魔戒的造型后面呢人物的一个剪影，我觉得这个包装真的很棒。但是呢，因为它这种绒绒的布艺材质呢是容易脏的，要妥善保管你看它这个衣服和外面这个包装质感是一样的穿上那个谁？彼得潘。对了，但电影里没意识到电影里当脸以后就感觉不是很明显。其实原著中他的这个形象描述的不是很多发色都没有提及过，是吗？他更接近一个有点像那个侦查人员呢，或者你说这个彼得潘那样一个形象，而且是非常低调内敛，高光时刻很少的。结果他就开始杀大象那样。杀大象是因为他太帅了，专门给他量身定制气氛打开一下先简单看一看。这次的包装呢，因为它是一个长发的造型，所以会有一个支架给它撑起来，这样一个结构，对应着身体连接就可以了头雕安装好之后因为它后面其实有这样一个比较大的肩带背带，这个长发还是有一定阻挡的，要进行一点调整。同时呢，最好是拿出来2缕搭在前胸上这样我觉得更符合本身那个造型。它这个头在考虑运输的时候会定型做的比较重所以拆开之后自己再做一点打理，梳开弄得松散一点，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当然你在日常展示头雕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把后面这个肩带拿掉，它是在前胸部分有一个搭扣的，这个拆卸上并不难。领口部分开箱的话会离这个脖子贴的比较近，可以自己选择向外去展开一下，以达到一个更修长的效果。最终呈现这个直发呢，其实在市场上是比较少见的类似这样发型的角色其实是有的，但是多数呢是采用一个半直发，所以这样一个全直发的设计呢，我觉得呈现上觉得有难度。尤其几个比较细的地方，两侧这个小辫子，包括这个边发系在后面垂下来这个辫子，都是真正用发丝去完成的，而不是胶件对，真正的发型好厉害这两边这个更是小巧这个小麻花辫、双股辫这种造型，我觉得是在市场上就女人偶来讲都很少见的尽管在这个打理上有难度我也是提前体验了一下In2新出的打理套装，过于精致了吧？上手之后有点像一个结婚时候跟妆的那个有没有像那个就化妆师经常会用到那个小东西它一个磁吸的结构，这样一打开，然后里面2把镊子2把刷子都是磁吸的设计倒过来也不会掉下去这镊子就不多说你像这种特殊发型你很抠手的，要用镊子去给它调整下位置刷子的话之前我可能觉得不理解但是自从镜头的倍率越来越大之后，有时候拍完了所有镜头拿电脑一看，发现鼻子下面有根毛所以说我现在一般都会用这个刷子先做一点清理，对，有点像化妆刷那种当然你做一点日常的清理清洁，或者说在拍摄前抖一抖掸一掸挺有用的这个体验之前我觉得没什么感触但是上手之后质感很好的。题外话还是回到这个玩具本身，除了发型之外呢，头部的话，相较于最早公布的官图，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动。
就是它这个眉毛部分眉毛这个地方，像光头的眉毛会比较紧，而且显得这个上半部分的额头好像过长。对，大货的话，其实在这个眉头部分就有了一个比较舒展一些的造型啊。我觉得这一点改动，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是比较好的，显得从容一点。对，显得更符合它本身在战斗以外呢，多数是一个比较低调而且沉稳的那种精灵的贵族的形象啊。所以说它这个表情还是用一个和善一点的，或者说自然一点的，放松一点的。淡定。对，我觉得更适合这个形象本身。调整可动眼的时候啊，你还是要把头拔下来，所以每次调整再安回，记得再把头发做一定的处理，更加自然一些。虽然它是一个无脖头雕，但是和脖颈部分这个连接还是比较紧的啊，尤其你给它贴合好之后，过渡没有很明显的割裂。整体的装束装扮呢，还是还原于电影中那样一个形象啊，橄榄绿色的搭配，本身类似于这些仿皮的刻画上呢，也因为它精灵的这样一个身份啊，都做出了这种勾勾弯弯啊，类似于花朵呀或者树叶树枝的一些个刻画。后面这个剑带是尤其漂亮的啊，整体你捏上去啊，它并不是一个那种软软的材质啊，是比较硬的，精度刻画也会更强一些。能看到表面除了仿皮的造型以外，还有一个孔雀的这样一个形象，而且分色涂装、花纹的形状、造型都是非常细致的啊。也能看到两个短刀的刀鞘是直接给你搭配好的。这个两个刀要重点说一说啊，精度还有质感上提升很明显的啊，亮晶晶的金色的涂装就非常的高贵啊。但是这个刀好像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名字，电影中好像也没有什么相关的介绍啊。插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下，它是比较紧的，而且你要分清具体是哪个刀鞘啊，因为带点弧度的嘛，用力给它插进去就可以了。当然，短刀作为它只是一个副武器啊，它最主要的还是这一把长弓弦部分真实的绳子啊，而且绷得特别紧，你这样拉一拉，还有那种嘣嘣的声响，比较细嘛，你不要给它一下扯得超级长啊。当然，与之搭配的还有剑矢，整体呢也都做了这种绿色的刻画，尾端也有专门的小的卡口搭在这个弓弦上，必要时候也可以发射。平时收纳的话，就直接给它们插在这个剑带中就可以了。然后是手型部分啊，整体呢颜色的刻画呢，就是和它肤色接近的这种偏白色一些。重点讲一讲有几个这个拉弓弦的造型啊，做一些动态的展示。操作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还有一个小配件啊，这个精灵饼干。一小口可以什么填？对，填饱我肚子的这个小东西啊，算是个小彩蛋一样的配件。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包袱，整体呢并不沉啊，表面能看到一些金色的点缀。哎，这是他们那个斗篷吗？对，带那个金叶子那个。对，这个就是护戒小队，包括和之前阿拉贡一样的精灵披风啊，很轻薄的材质，垂感很好，精致的小叶子的刻画。这个能看到这边预留了2个孔洞啊，是让你把剑带穿过去的，所以说你在搭配它的时候，要自己再做一些拆卸和打理才好。除了精灵披风以外，还有比较厚的这个大斗篷啊。我印象中这个是他刚刚去报道时候穿的那身啊。刻画呢也用了这样一个亮色的绒面，整个垂感也不错啊。最后是地台部分啊，先说造型，我很喜欢的，它用了一个这种倒梯形吧，算是上面更宽一些，下面窄一些的这样一个形象，很符合精灵他们这种传统的一些建筑啊这种模式，感觉还挺轻盈。对，它这样挑起来的这个沿儿我喜欢。再一个呢啊，你翻到下面你可以看到，它终于没有那个花柜，对，那个磁吸啊，直接用了一个很朴实的，终于省力而且是用了这种旋钮啊向上去拉的这个设计啊，和之前黑神话悟空的那个小的支架有点相似的，我觉得质感很好，而且稳定性更强啊。当然本身角色的站立性来讲，我觉得挺稳的啊。你平时站柜如果不用这个支架，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简单总结啊，这款玩具我觉得有一个亮点，也是在技术层面算是一个突破啊，就是这个直发，它作为一个量产的产品，能做这种长发的造型，并且还有盘发以及辫子的刻画。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难得的。最初我比较担心是它会不会用那种半直发去做一个对类似于鬓角啊头皮的过渡，最终呈现并没有那样去设计啊。然后整个头部或者面部这个形象呢，其实还是选自于时间线上拍摄时间最早的那个《指环王》第一部中的那样一个造型啊，当时胶原蛋白还比较充沛的时候啊，比较年轻一点啊，其实要比后续霍比特人时候是更嫩一些、更稚嫩一些的。就像这个视频开头说的那样啊，其实本身原著中莱格拉斯的形象并没有那么多的夸张的炫目的战斗画面，但电影中肯定是因为演员本身的这个颜值啊，把这个角色又做了2次的刻画，加入了非常多亮眼的形象啊，也就最终呈现出一个我们非常喜欢的莱格拉斯这样一个荧幕中的形象啊，很好的。我记得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初中吧，带 DVD 来然后再看。对，初中时候上学的时候，在初中教室里放这个电影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角色出来之后，哎呦，大家都会，无论男女啊，都会太帅了啊，目不转睛的看啊，就真的是有种天神下凡那种感觉。他和阿拉贡又是2种形象，目前市场上1:6的指环王产品真的很少啊，搭配阿拉贡或者甘道夫收集这个护戒小队和未来的可能一些指环王系列产品再做搭配的话啊，那这款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哎，除了他以外，就什么时候能出一下他爸呀？就把他爸做出来，那就不好说了。对，把他爸做出来是吧？我觉得可以再去向那些角色去试一试啊。然后呢，这期呢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